什么情况？日本女武士竟被打碎了3颗牙齿。传说中宁死不投降的日本武士彻底被打服。只见中国散打一姐使出了一招暴力顶膝，精准无误打在了日本女武士的脸庞。被击中的女鬼子当场陷入深度昏迷，被医生拉走抢救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中国散打一姐竟然如此暴怒下死手，不仅打得日本女武士牙齿碎了一地，就连她那诱人的单层下巴都发生了断裂。那是因为日本女武士实在是太坏了，在镜头面前大言不惭羞辱中国姑娘，并扬言中国功夫不堪一击，日本武术才是世界第一。中国武术无非就是哄小孩的把戏罢了，根本不堪一击。我们日本武术才是真正的世界第一。接下来我准备去中国踢馆，你们中国人准备好受死了吗？看到他死胜十负的战绩之后，我也就放心了。33岁的他早晚要把自己作死在擂台上。这个所谓的散打一姐可不简单，就连张伟丽和龚艳丽来了都要尊尊敬敬喊她一声大师姐，更别提她在散打界的威望有多高了。此人就是被誉为女版李小龙的鄂美蝶。虽然在中国擂台的名气不是很大，但她的实力坚决不能小看。一旦上了擂台，她就会让对手享受各种各式的攻击。所打的每一场比赛都堪称是暴力美学。在擂台上面，2个人互拼啊、互打，就是那种刺激。他来自搏击的另一个纬度，在那里，他曾经是传奇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鄂美蝶的精彩表现。红色短裤是中国散打一姐鄂美蝶，黑色短裙是日本女武士大滨方美。4胜10负的战绩让谁看了都摇头，不知道她是吃了雄心豹子胆还是喝了狗尿，竟然如此大胆的在媒体面前大肆羞辱中国功夫。遇到散打一姐算是她的福气，那是因为鄂美蝶根本不会和大滨方美有过多的废话，找到合适的进攻机会就是一顿猛打，直至将日本女武士打死在擂台上，鄂美蝶才会收手庆祝。那我们这个大滨方美啊，来自日本的兵库县然后呢，她过去是 J Girl 的成员所以她在服装上在造型上都相当花了一些功夫。然后过去呢，这个大滨方美啊，她有时候其实拳腿力道是一般，要小心她的一个转身边拳然后她头部啊，其实都不太会做一些摇闪所以都会被对，因为呢，这鄂美蝶的拳相当的准，她用这样挡是没有用的已经开始被打晕了打晕了，哇，这个鄂美蝶辣手摧花。一路连败的大滨方美心态还怪好，并没有影响到她在擂台上的总体发挥。不过大滨方美也不需要在擂台上有过多的表现，只需要配合鄂美蝶的重拳出击即可，其他什么都不用做。看似前手虚晃没有什么用，真要是让大滨方美挨到多次鄂美蝶的后手拳，恐怕一生都保不住要下地狱的大滨方美。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鄂美蝶打大滨方美就跟打小孩子一样轻松自若。你看她的这个腿法也是软绵绵的。好，鄂美蝶继续，希望能拿下一个 KO 胜。哇，可是有点后脑啊。这个没有完全打正。是。好，继续。鄂美蝶其实都是用反架，然后他直接都会起他的后手直接后手直拳塞进去，非常的准。对手要抓防守反击，其实都做不到。因为鄂美蝶有他自己的步伐。好，袭击，没有很勇猛，很主动，实力上确实在。散打一姐这4个字可不是随便叫的，最起码鄂美蝶的实力能配得上这几个字。中远距离也好，中近距离也罢，鄂美蝶每一次都能给大滨方美带来很大的压制力，完全不给大滨方美任何喘息的机会。武术散打技术高超的鄂美蝶极其擅长游击战和迂回拉扯战，看似鄂美蝶是在擂台上晃来晃去，真要是等鄂美蝶发起进攻的话，到那个时候大滨方美再逃跑的话就晚了。前脚都会往这个侧边闪对，因为呢大滨方美没有主动进攻，所以你看不到这个鄂美蝶的一个精彩的步伐的一个表现。好，接着还在打接拳头部撞到了地上早期呢，中国运动员接腿了以后主要是后来的话接腿了以后打后手直拳。然后在这个鄂美蝶啊，其实他这个侧身很少在踹脸后续可以注意，待会就再问他跟谁学的。第2局比赛开始了，对，这也是占有优势的时候可能能够做出动作。晃来玩你。第2回合开始了，大滨方美打的实在是太慢了。与其说他是在和鄂美蝶正常打比赛，不如说大滨方美是来滑挨揍，并非是来滑踢馆。踢馆就应该有一个踢馆的样子，怎么可能一上擂台就开始挨揍，被打得苦不堪言？此时的散打一姐鄂美蝶依然很冷静，并没有因为大滨方美很弱就故意对大滨方美发起猛烈进攻。日本女武士宁愿被打死也不会屈服。传说中的武士果然很勇猛，
全程被美蝶吊打的大滨方美依然没有要弃赛的想法，看来大滨方美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一般一个回合过程中，这个选手的实力就能体现出来。是，赶快再试一些新招哦，做一些实验。那打得漂亮一点。好，这个二美蝶刚才已经闪掉了，那赶快压进去，不要浪费这个时间。但这个日本运动员一般来说他是挺顽强的，有时候你看看他晃晃悠悠打了很多次，但是他不会被击倒。然后大滨方美啊，在这个攻击距离之外做这些步伐的闪躲是没有用的，你要在攻。实在顶不住压力的大滨方美开始实施搂抱。日本武士竟然如此贪生怕死，既然如此害怕挨揍，就应该不要登上擂台。面对恶美蝶所打出的所有进攻招式，大滨方美除了用身体硬扛，就是被恶美蝶疯狂暴揍，一点基本的防守反击都实施不出来。难怪这家伙的战绩是4胜10负，并不是看不起大滨方美的战绩，而是他在擂台上的表现实在是太拉垮。二美蝶也是打了这个韩国的 J Girl， 也是一个美女，对，李智苑，哇，一个1 2直接打进去了。这刚才可能快顶到了。对，那目前二美蝶还没有学到这个1 2加一个 low kick 的一个荷兰式的一个打法。哦，他目前都在这个东方荣誉接受训练了，所以多少应该会学到。我刚才讲啊，一个转身后边腿的一个冷拳啊，由日本选手做出来的，可是转得不够，刚好被二美蝶幸运的。此时的大滨方美还在擂台上蹦来蹦去，看来他还是没有意识到事情的危险性。在别人眼里，大滨方美是在主动进攻，但在恶美蝶眼里，大滨方美就是在作死。就在大滨方美蹦蹦跳跳之际，突然睡着了。恶美蝶这一记顶膝的含金量实在是太过庞大，不是一般人能够顶住的。二美蝶精彩的获胜，然后因为撞得非常的凶，整个都流鼻血了。这个太重了啊！你看这个膝撞得真重。最终恶美蝶获得了比赛胜利，成功终结了赛前对中国功夫大言不惭的日本女武士，让大滨方美的战绩更加一落千丈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恶美蝶打几分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